你可能不相信，我只是对这杯水说了几句温暖美好的话，它的能量就变了。可是当我说出负面的，甚至是有一些诅咒的话，结果完全相反。语言真的能影响水吗？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神奇的过程。我们今天做一个关于水的能量的小实验。我现在目前有一个装水的水壶，透明的这个水壶，还有2个透明的白色的杯子，然后还有一个小道具，这是一个金戒指，用穿针用的细绳子给吊起来。这个戒指有一定的分量，这样掉下来的话可以垂直下来。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我的手晒得非常的黑，而且手指甲里边可能还有一些泥土，因为是夏天，我几乎经常在这个花园里边劳作，种花呀，种一些草莓、水果呀等等。皮肤变得非常的粗糙，但是我很喜欢跟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状态。大家能够看到这个金戒指现在是处于一个随意摆动的状态，就是随着我的手臂随意摆动，因为我的手臂是悬在半空中的，所以戒指是有一点点这个力度在摆动，或者说是没有什么力度，它就是随意的摆动。好，我们先试一下这个水壶中的水，试试它的能量如何。大家能够看到这个戒指没有什么规律，就是左一下右一下，因为它是就是有一定的重量嘛，所以随着这个细绳随意的在摆动，跟没在水上面是一样的这个状态，就是处于悬起来正常的状态。好，虽然大家看到这个水，目前的状态就是戒指在水上方的状态，就是没有什么真正的能量驱动，它只处于正常的这个戒指被悬起来的这个状态。现在我们把这个水添加在水杯中。2个水杯倒的水的多少差不多，就高度差不多。好，我们的实验正式开始了。现在我用这杯水给他说一些非常好的话语，比如说，你是一杯非常清澈的水，
你充满了造物主的爱，所有人都很喜欢这杯水。如果用你来浇花的话，花会变得非常的美丽。如果你流进大海的话，会非常的宽阔。如果你浇灌进土壤的话，土壤会变得非常的肥沃，万物都可以生长得非常好。你这杯水是受到祝福的，就是非常好的一杯水。好，这是一杯被祝福过的水，所以我这里贴个小标签，就是给它贴个正，表示它是正能量 positive 的这个能量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样就可以辨别的比较清楚。然后这一杯水我也做同样的祝福，说的话不一定一样，就是你随意可以说一些非常美好的话语来祝福这杯水。比如说，这杯水非常的清澈，而且看起来很美丽。如果我喝了的话，我的身体一定非常的健康。如果用它来浇灌我眼前的这个蔬菜花朵的话，它们也一定长得非常的好。然后这杯水是受过造物主祝福的水，大家都很喜欢它。然后如果喝了的话，肯定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健康。大家可以说类似这样的话语，你也可以说出来，也可以在心里默默的说。这是用语言来影响这个水的能量。大家来看一下。好，目前来讲，这2杯水都是受过这个祝福的水。那我给这个水杯也贴一个标签，然后也表示它是正的 positive 的这个能量。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戒指对这2杯水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反应。你能够看到跟刚才没有被祝福的这个水壶中的水，戒指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。它不是随意的摆动，而是顺时针旋转，而且旋转的这个力度越来越大，说明它这个能量是正的，顺时针的这个能量。好，我用这个左手把戒指停下来，让它停止这个惯性的转动，以至于就是上一杯水的能量不影响下一杯水的能量。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戒指放在这一杯水的上面，另一杯水的上面。能够看到跟上一杯水的这个反应是一样的，也是顺时针旋转，因为它们2个现在目前的能量都是正嘛 positive， 是受过祝福的这个水。戒指的这个旋转角度越来越大，力度越来越大，已经碰到了这个杯子的边缘口，发出一些清脆的响声。
是大家能够看到这2杯水现在都是充满了正能量。那我们现在下面做一个实验，就是我把这个正能量的标签，其中1杯水的正能量标签给去掉，然后就是我准备说一些负面的，就是不太好听的话给这杯水，然后后边给它贴上这个负能量的标签，就是 negative 的标签。我们大家来看一下。你可以用手这样就是捂着这个水杯的边缘，你也可以就是手放在这个杯口的上方，用右手放在上方都可以，或者说是用2只手把这个水杯给握起来都可以。然后我给他说一些不太好听的话，比如说你可以说这杯水太浑浊了，没有人会喜欢你。如果有人喝了你的话，身体就会得病，然后你非常的不干净，也不健康。如果用你浇花的话，花可能会死。如果用你浇灌大地的话，这个土壤有可能变得非常的不清洁，然后会生出一些害虫，或者说是，反正你就可以说一些诅咒的或者非常不好的话对这一杯水。大家可以看看它的这个能量反应，就是水感应到我这些话语之后，不好的这个话语、负面的话语之后，它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我们大家来看一下。现在因为我已经给这个水说了一些非常负能量的话，它应该已经充满了一些负能量的东西。我们来给这杯水贴上一个负能量的标签，就是这个 food negative 的标签。那我们现在同样用戒指来做实验，看看这杯水对刚才就是我说的一些负面能量的话，它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我们大家来看一下。你能看到这个戒指直接开始这个逆时针旋转，就表示我刚才说的一些非常不好听的话已经被这个水给感应到了，他可能已经觉得自己充满了负能量，就是不清洁的水，非常不好的水。看它这个逆时针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，角度也越来越大，也碰到了这个杯口的边沿，所以我要稍微举高一点，不然的话就老在撞击这个杯口的边沿。我刚才可能说的这个负能量的话、诅咒的话太重了，大家能够看到它这个逆时针旋转的这个角度真的是非常的大，这杯水挺受打击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戒指，让它停下来，然后继续放在这个刚才说过正能量的这个杯子上，看看它是否还保持这个 positive 啊正能量的状态。
这杯受过祝福的水，它依然还在保持这个顺时针旋转，保持正能量。但是这个你看这个它老在旋转的过程中碰到这个水杯的边沿，但是依然不能阻止它正时针的旋转，正能量很足的。那我们继续，就是把这个戒指停下来，再试一下这个负能量的水，看看它是什么样子的状态。他还是不快乐，依然保持这个负能量的状态。哇，好悲伤啊！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再测试一下这个水壶中的水，看看它是否还是原来的样子呀，或者说是它也受到了一些能量的感染。这个戒指还处于这个自然的摆动或者说是摇晃的状态中，还没有完全的感受这个水的能量。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它其实是没有什么规律的在摆动，左一下右一下，跟它之前的状态是一样的，而不像那两杯被祝福呀或者是被诅咒过的水，它们已经有自己本身的能量了，正能量或者是负能量。现在的这个水处于中性的能量，就是水壶中的水是中性的能量，因为它既没有被祝福，也没有被诅咒。就随着我的这个手自然的在摆动，大家能够看得很清楚。我一说话的话，就是手臂会摇晃一下，它就跟着摇晃。我要静止下来的话，它就比较静止。好，现在看到这个水壶中的水是中性的，它没有什么状态，就是既不是负能量的，也不是正能量的。那我们看看这个负能量的这个，它杯中的水这个负能量能保存多久？哇，依然是负能量的，大家看到，立马这个就逆时针旋转了，幅度还挺大的，这水还蛮记仇的，说过一些不好的话，能够记忆这么久，挺好玩的。所以我们千万呀，对万物、对任何人都不要说不好的话。你看看这个负能量对他们的影响会有多大，尤其是对自己的孩子，不能说一些不好听的话。你可以教育孩子，但是你可以采取正确的这个方式，不能让孩子感觉到一些 positive，不能让孩子感觉到一些 negative 的东西，负能量的东西。这对他们的心理打击挺大的。我们通过一杯水就可以证明出来，这个语言的能量有多大。那我们再看看另一杯水，这个正能量的这个水，它会是什么样的状态？看这一杯水依然保持这个正能量的转动，幅度越来越大。所以你看这个水呀，对于你说的语言的这个感应，实际上hold的时间还挺长的。
可能经过很长的时间，它才能变成这个中性的水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实验，先做到这儿。我们再看下一个，就是这个负能量的水。现在我如果对它说一些好听的话，就重新说一些好听的话，美丽的话语，看看它能不能重新又充满正能量。我觉得这样的实验也挺有意思的。这就好像你伤害了一个人，然后你去给他赔礼道歉，说一些宽恕自己和宽恕他人的话，那会不会改变一些能量场，改变你们之间的关系？我们通过这一杯水也可以看得出来。好，我刚才给这一杯水说了一些负能量的话，一些非常不好听的话。现在我们重新给他说一些好听的话，大家来看看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我刚才说了一些非常不好听的话，让你充满了一些负能量。但是呢，这些负的能量能让你变得越来越丰满，越来越丰盈。就像一些肥料一样，土壤里边的这个肥料一样，会让土壤变得越来越肥沃。你经过了这些负能量的东西，或者说是一些不好的东西的话，你会变得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能够沉淀自己，然后你变得越来越肥沃。用你来浇花的话，花会长得非常的好。如果用你来灌溉这个田野的话，田野也会非常的肥沃。如果我喝了这杯水的话，我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。你充满了造物主的爱，你也充满了光，所有的人都会来祝福你。所以我希望你抛掉那些负能量的东西，抛掉一些 negative 的感觉，然后变得轻盈，变得美好，变得清洁，变得宁静。非常感谢你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杯水现在是已经被祝福过的水。那我们来给它贴一个正能量的标签。我们现在来测试这杯水，经过我改变以后的水，或者说是我重新说了美好语言的水，它的能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？我们来拭目以待。好，我这准备好了戒指，我们大家试一下。现在大家能够看到这杯水已经不再是这个逆时针旋转的状态，而是开始顺时针旋转，处于这个正能量 positive 的状态，非常的好。虽然撞到这个标签纸上，或者说碰到这个杯口的边沿，但它依然是这个正时针旋转的状态。好，通过这个小实验，我们能够看到语言的力量，就是你在无意中伤害了别人。我们平时是感受不到语言对他人的这个伤害的，就是你看不到真正的能量的伤害。现在通过这样的小实验，大家就能够看到，连水都能够感应到，就是你对它的好的意图，或者说是不好的意图。而每个人的身体，这个水分占了70%，我们的情绪经常
跟着波动啊，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来波动的话，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就像水一样，不停的在随着情绪的变化，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这个能量反应。那大家通过这个水的反应本身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戒指它只是一个工具，或者说是一个道具，把这个水的状态真实的反映了出来。所以我们能够看到，我们平时说话的时候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呀，或者说注意去说一些美好的话语，用自己的真切的这个行动来改变我们这个世界，让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。好，我这个小实验呢就到此为止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希望呢你在家里也可以自己做这样的实验。当然不只是水，我随后还会做很多的，就是比如说花朵呀、植物呀、食物，或者说一些地方，你家里的一些家具的摆设，还有床呀、衣服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我们都可以来测试它们的能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，它们的能量在哪种状态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，非常的有意思。希望你能够点赞订阅我的这个频道，因为是新开的频道，我希望能够给大家传递一些非常美好的东西，然后我们一起探索看不见的这个能量世界，看不见的神秘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。如果你希望我测试植物、食物，甚至是猫的能量，欢迎你订阅并参与。下一次我会进行更加疯狂的实验。